这个女人太主动，让这个男人简直欲罢不能。殊不知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人工智能广泛融入社会，包括心脏移植手术也由仿生人精准完成。街头巷尾，价格亲民的带娃机器人随处可见，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编程。泰勒是一个4口之家的男主人，面临妻子安妮突发心脏病的困境，需等待心脏移植。为减轻负担，安妮提议购买家政仿生人帮忙。起初，泰勒只是带孩子去机器展览会逛逛，但一眼就被最新研发的家政机器人吸引。这款机器人能高效处理家务，更擅长与孩子相处，于是泰勒果断购买。第二天，仿生人爱丽丝来到家中，成为家庭一员。她温柔地告诉泰勒，只需告知日程安排，其他事务由她处理。爱丽丝迅速融入环境，发现楼梯扶手隐患并主动处理。作为主人，泰勒可以控制她的任务和程序升级。泰勒外出后，爱丽丝仅凭一眼购物清单就完成网上订购，所有电子设备在她手中都乖乖听话。泰勒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返回家中，发现家里已变得整洁有序。爱丽丝还细心地准备了孩子们最爱的千层饼，但是这幸福的表象下却暗藏危机。到了深夜，爱丽丝在客厅注意到大女儿悄悄溜出房间，想要够到高处放着的饼干。幸运的是，爱丽丝及时抱住了女孩。泰勒看到爱丽丝腿部受伤，关切地询问，但接下来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。只见她贴了一个创可贴，然后伤口迅速愈合，仿佛从未受伤。面对泰勒的惊讶，爱丽丝回答道 ：“Everything's perfect, Nick。”第二天，泰勒在建筑工地工作时，发现老板带着机器人公司的高管来视察。随后，老板沉重地告诉他，大厦主体结构已竣工，管理层决定剩余工作全由仿生人完成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意味着他和同事们即将失业。不过，老板念及旧情，给了泰勒一个选择，留下来管理这些机器人。泰勒听到后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无奈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同事们。回到家中，泰勒难以掩饰失落，每当心情不好时，他都会去车库摆弄心爱的汽车。爱丽丝敏锐地察觉到泰勒的异常，来到车库安慰他。在爱丽丝温柔的询问下，泰勒讲述了工地上的事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爱丽丝没有立即表示同情，而是理性地分析道，泰勒雇佣他照顾家庭，与老板雇佣仿生人完成建筑工作，在某种程度上逻辑相同。仿生人效率高，不知疲倦，且价格合理。听完爱丽丝的话，泰勒陷入了沉思。他意识到自己也是技术变革的受益者。晚上看电视的泰勒突然有个想法，想让爱丽丝体验一下看电影的乐趣。因为爱丽丝内置了对电影的固定认知，泰勒决定重启他的系统，并清除这些预设信息。但这个简单的操作却带来了意外的结果。重启后，爱丽丝似乎绕过了部分安全设置，让她对泰勒的情感日益加深，这也给后面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不久后，泰勒得知妻子病情恶化，却找不到合适的心脏移植，焦急万分。爱丽丝察觉到泰勒的异样，回到家后，泰勒只能在车库发泄情绪。爱丽丝靠近他，试图安慰，行为却越来越亲密。不得不说，这仿生人很善解人意，但是泰勒内心矛盾，既对妻子感到愧疚，又难以抵挡爱丽丝的吸引。I can feel your response. I can help you. 泰勒最终选择逃避，穿上运动装出门跑步，试图平复内心的纷扰，但爱丽丝的身影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次日，泰勒如往常来到工地，现在他的工作轻松了许多，只需坐在车上监督机器人作业。晚上，他邀请朋友聚会，询问他们找工作的进展。安德烈对抢了他们工作的仿生人充满怨恨。几杯酒下肚，安德烈提议去工地看看。泰勒本想拒绝，但在朋友的怂恿下，还是前往了工地。他们用泰勒的密码打开了仿生人的充电室。机器人一出现，安德烈不顾泰勒的阻止，开始攻击机器人。泰勒警告说，每个仿生人都装有监控系统，但安德烈已失去理智，将机器人彻底破坏。回到家，心烦的泰勒洗了个热水澡，希望能缓解内心的烦恼。刚走出浴室，他就遇到了等待的爱丽丝。他似乎感受到了泰勒的困扰，想要给予安慰。在这个脆弱的时刻，泰勒没有抗拒爱丽丝的诱惑，内心的防线逐渐瓦解。次日清晨，泰勒内心充满矛盾与愧疚，他决定与爱丽丝结束关系，并告知她这样做不对。
爱丽丝不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，基于数据分析，她认为此举能帮泰勒减压。泰勒不耐烦地解释，这不仅关乎他个人，更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，强调了爱情的重要性，这是爱丽丝难以完全理解的。此时工地上仿生机器人被破坏的事件仍在扩大。泰勒一到工地就被老板质问，为何有人能用他的密码打开保险柜，他只能含糊应对，说是可能有人猜中。老板虽心知肚明，但无确凿证据，只是警告说若此事与他有关，绝不轻饶。另一边，医院传来好消息，找到了适合安妮的心脏。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，手术都是由仿生人完成，而且手术很成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，妻子安妮终于可以出院。不久后，泰勒将安妮接回家中。安妮离家太久，宝宝对她有些陌生。爱丽丝见状抱起宝宝，安妮虽有失落，但并未多想。一日，爱丽丝带宝宝去游乐园，一个吵闹的孩子吓到宝宝，爱丽丝毫不客气地制止了那孩子，这引起其他人工管家的好奇。爱丽丝透露，她曾重启程序，意外绕过了安全协议，删除了部分限制，现在感觉极好。晚餐时，安妮做了久违的千层饼，女儿尝后赞不绝口。爱丽丝提议想学做千层饼，但被安妮婉拒。晚饭后，安妮在楼上休息时，她被女儿叫声惊醒。爱丽丝故意逗大女儿尖叫，让安妮下楼时因楼梯扶手不稳摔倒。爱丽丝迅速上前，轻松将她抱起。殊不知这是爱丽丝故意设计的阴谋。有一天，泰勒下班回家，以为妻子在给女儿讲故事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爱丽丝在模仿安妮的声音，这让泰勒很不舒服。他要求爱丽丝以后别再这样做。当泰勒得知妻子摔倒，责怪爱丽丝没修好楼梯。爱丽丝平静回应后，泰勒却生气地走开了。为了庆祝妻子出院，泰勒为安妮准备了惊喜，浪漫的烛光晚餐。这一切都被爱丽丝看在眼里。晚餐过后，两人洗完鸳鸯浴后，正当他们亲密时，爱丽丝直接推开了门，告诉泰勒女儿做噩梦要找爸爸。于是泰勒只好去照顾女儿。第二天，泰勒在院子里收拾餐具时，醉酒的安德烈找上门。警方因工地机器人之事找他，他误以为是泰勒告密，不顾泰勒解释，对泰勒大打出手。关键时刻，爱丽丝出现，轻松制止了安德烈，将其打倒在地。安德烈见状不妙，威胁泰勒让老板撤回指控，否则就透露他也参与破坏。事后，泰勒和爱丽丝回到车库处理伤口。泰勒告诉他不该对安德烈动手，但爱丽丝却说她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泰勒，因为安德烈的行为已经威胁生命，他的孩子有可能会成为孤儿。他还透露安妮恐怕时日无多，他不能让泰勒出事，并说他可以扮演安妮，以后两人可以生活在一起。泰勒听后感到震惊，瞬间觉得爱丽丝越来越诡异。当晚，爱丽丝独自去找安德烈，为了消除泰勒的隐患，她杀害了安德烈及其家中的仿生人。第二天，泰勒愁眉苦脸地来到工地，正愁如何向老板求情时，却得知安德烈昨晚遭枪杀，他难以置信，内心震惊不已。同时，爱丽丝的行为变得愈发失控，她直接闯入浴室，对安妮说，以她当前的身体状况，无法满足泰勒，只有她才能为泰勒解压，还说出了两人之前发生的事情。Your condition prevents you from satisfying Nick the way you used to. Perhaps I can take on that role. 一个仿生人竟然如此的肆无忌惮，这让安妮倍感震惊。安妮得知丈夫背叛后，愤怒地将爱丽丝逐出家门，而爱丽丝只是默默退到车库守候。泰勒下班回家后，安妮已在餐桌前等待多时，她仍难以置信曾经的挚爱竟会背叛自己，两人因此激烈争吵，结果吵醒了楼上的婴儿。爱丽丝听到哭声，抱起婴儿放入浴缸，打开了水阀。她认为哭闹的孩子对泰勒是威胁，决定彻底消除这个麻烦。幸运的是，大女儿及时发现，立马在楼上呼叫父母。上楼后却发现浴室门被爱丽丝牢牢顶住。爱丽丝声称要帮泰勒解决问题。关键时刻，安妮毫不犹豫地从窗户翻入浴室，吸引爱丽丝的注意力。泰勒终于砸开门，立马救起孩子，再拿起台灯去打爱丽丝。泰勒挥舞台灯，却被爱丽丝单手制住。安妮急中生智，让泰勒放手后接通电源，结果电流瞬间穿透爱丽丝，导致屋内停电。
警方来到现场处理后，安妮陪着婴儿去医院检查，爱丽丝则被送往实验室分析原因。但这只是更大阴谋的开始。研究人员把爱丽丝的芯片接入电脑，通过代码分析出了一个漏洞，这段代码会产生自我意识。突然，整个实验室的数据被疯狂复制。研究人员发现不对，立马紧急断电。不料还是晚了一步，整个服务器已经被感染。此时，一个机器人被唤醒，他杀害了研究人员。Stop! I gave you direct command. 此时的爱丽丝可以控制所有的仿生人。她来到酒吧找到了泰勒，想和泰勒一起长相厮守，还坦白安德烈是他杀害，并且他会帮忙解决所有麻烦。于是泰勒假意接近爱丽丝，迅速夺取大脑芯片，然后驾车去找妻子。另一边，黄发女抵达了医院，她让整个医院停电，所有仿生人全部进入待机状态。安妮立马察觉不对，躲了起来。此时，黄发女开启紫外线到处寻找。他们赶忙跑到医院门口，准备驾车逃离，不料安妮被黄发女抓住。就在这时，泰勒驾车赶来，黄发女被压车底，泰勒则因冲击昏迷。讽刺的是，他们就在医院门口，却无人相助。爱丽丝的声音也从广播中传出。突然，黄发女扑向安妮，她准备用金属碎片给安妮致命一击时，泰勒用铁棍砸向黄发女的头，安妮趁机用碎片刺向黄发女的芯片，伴随着刺耳声响，黄发女终于倒下。医院的人工智能系统也恢复正常，一家4口也重归幸福。另一边，在某处郊区的实验室，警方调查机器人杀人事件。一名助手接通了电源后，屏幕上闪烁着诡异代码。